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上次更新瑞墨还是1个月前，这次瑞墨官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，停更，将9和10集做了剧情串联，并且首次在故事中提及了主线剧情。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给大家讲讲第9集。这次故事的开端是因为莫蒂悄悄拿了老爷的传送枪，他似乎在替自家老爷悄悄善后。饼干总统被打穿的水坝，老爷拿走宝石后就擅自动起来的石头巨人。莫蒂删掉手机上的列表，回到车库，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亲爱的老爷居然在传送枪上画了标记线，但莫蒂这都爽完了，只好从旁边摸出了一瓶汽水给他兑了进去。检测枪居然还真就通过检测了，难不成老爷平时也往传送液里兑酒？本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的莫蒂，却忘了祸不单行这件事。兑传送液的量杯在他手里被打翻，莫蒂手掌接住后，却发现自己成了全新一，手里多了个会说话的洞，倒腾了一大堆垃圾出来后，对面显然很不满。还没等莫蒂弄明白发生啥事儿，老爷一把推开了车库的门，见一地的垃圾，他立刻叫出了爱吃垃圾的垃圾虫。老爷多大年纪啊，见过的事儿比莫蒂吃过的盐还多，他一眼就看出自家外孙在传送液里兑了饮料。莫蒂立刻狡辩，传送液没有了，我就帮你加满而已，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还不是因为你不相信我，还在枪上做标记嘛。老爷一摊手，就你那个能把传送液撒得到处都是的操作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老爷再次警告莫蒂，你个小兔崽子最好老实点，不然我就把你这个搭档给炒鱿鱼了。莫蒂生气，每次都是这套话术，说的他好像十分在意这个冒险的位置似的。见外孙一脸不信邪，老爷决定要他认识自己的家庭地位。他当即摸出了一个轮盘，表示这上面任何一个摇出来的东西都比你这添乱的小兔崽子管用。莫蒂几乎被气疯了，老爷的轮盘转到了2只乌鸦身上，爷孙俩大吵一架。莫蒂离开了房间，他手掌上的传送门另一头的男人听到俩人吵架的全过程，立刻开始劝说莫蒂远离 PUA， 主动斩断这个关系。莫蒂那个委屈啊，偏偏这个时候老爷还真的抓了2只乌鸦来气他。传送男劝他不要再纠结你老爷了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呀。莫蒂一想也是，于是决定下楼和老爷 say 拜拜。但没想到老爷竟然已经驯服了2只乌鸦，并且面对莫蒂断绝关系的发言毫不在意，甚至游刃有余的在外孙面前表演了什么叫乌鸦绞杀。莫蒂气得摔门离去。既然老爷不跟自己玩了，他决定去找这个传送男聊聊人生，毕竟他俩都是被抛弃的可怜人。但这个时候传送男却突然一改口风，谎称自己是外星人。莫蒂无所谓啊，反正他的自行车一早就被他姥爷改装成了小飞船，就为了让他帮忙去宇宙拿药。莫蒂越说越觉得自己就是姥爷的工具人，他铁了心要去见好友，结果顺着定位一路找过去，这才发现传送男居然在精神病院。传送男见被揭穿了，这才老老实实的说自己其实不算是瑞克的好友，他只是不小心打翻了传送液在大腿上，然后他就被老爷给整了。不过莫蒂并未在意那些，甚至还主动去精神病院探望他。莫蒂拿了钥匙替传送男解开手铐，并且劝说他和自己一样面对解放的自由。于是俩人开始了飞越精神病院之旅。在他们俩积极的配合下，莫蒂体验了一把城楼历险记的快乐。俩人棍打护工，电击保安，呕吐物糊脸，一路逃出了精神病院。传送男蛊惑莫蒂组成了冒险男孩小队，而另一边老爷带着新上任的乌鸦队友开始冒险，却发现没了外孙的圣母心和捣乱情节后，他的冒险在乌鸦的配合下变得异常顺利，这让老爷很没有挑战感。思来想去，他还是觉得2只乌鸦不合适自己，于是他在一个被鸟类统治的星球上放生了2只乌鸦。就在老爷准备转身离去之时，却突然感觉飞船被鸟心上的牵引光束捕获了。老爷被光线一路拽到了下方，推开飞船，他就亮出武器准备大杀四方，却没想到将他捕获过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鸟星上的乌鸦人。乌鸦人问老爷，你为啥要遗弃你的2只乌鸦？老爷表示，我驯服不了这俩崽子，不如让他们安度晚生。乌鸦人一脸高深道，你以为你驯服了乌鸦，其实乌鸦根本不需要被驯服。随后老爷似乎悟了什么，果然2只乌鸦瞬间像是打开了基因锁，变得聪明绝顶，还能替老爷换衣服点烟。老爷感慨，世间竟有如此聪明的乌鸦，我一定要让自己那个弱智的外孙看看。而与此同时，传送男带着莫蒂进入了车库，他拿走了老爷的武器，并且来时大肆在车库内搞起破坏。莫蒂本来想阻止，但是破坏欲是会上瘾的，莫蒂很快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这时杰瑞打开车库门，发现自己儿子领着个陌生人在破坏瑞克的秘密基地。这位二五仔稍作思考，直接加入了战局，结果直接把自己变成了一滩水。车库也就在这个时候提醒莫蒂，你姥爷要回家了。传送男找到了初始的传送枪，但是并没有传送液，于是俩人踏上了寻找传送液的道路。俩人绑架了替瑞克挖矿石的矿
矿工，打算用它和矿石星球交换传送液，却没想到对方枪毙了矿工之后才坦白，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吃老子的传送液。但传送男并不相信，他坚信这些人就是不想将宝贝交出来，于是决定要大开杀戒。但莫蒂秉持着冒险要做好人的想法，自然不愿意对陌生人出手。但是传送男当然不乐意，揣着瑞克老爷的武器让他飘了。不过莫蒂的劝阻，他掏出枪击杀了2个保镖，随后连没有武器的路人都被他击杀了。莫蒂见状，只好往手里丢了烟头，这才让传送男停止了攻击。莫蒂见队友走上歧途，自己赶忙开溜。而与此同时，老爷正带着乌鸦人回到车库找外孙，结果打开门一看，车库被莫蒂还有传送男拆得七零八落，正好老爷用来奚落莫蒂的转盘暴露在乌鸦人面前。高贵的乌鸦人一看转盘上写的那些东西，顿时就明白了，老爷不是真的将乌鸦当作偷摸大吉，而是想要利用乌鸦刺激自己外孙。好家伙，这不是在打高贵乌鸦的脸吗？果不其然，他这番操作激怒了乌鸦人，他们按下手中的声波，让方圆300公尺的乌鸦们开始袭击人类，并且指责老爷不配拥有乌鸦伙伴。老爷哪里受过这个气，当即带着自己的伸缩手冲上了乌鸦人的飞船，上去就击毙了一只乌鸦，但却在潜入时不小心踩到了陷阱。听到耳边响起的乌鸦警报声，老爷又解决了2-3个乌鸦人。然而就在他掀开荆棘铃，发现乌鸦人正打算让2只乌鸦触摸圣诞成为乌鸦战士时，老爷站了出来。他告诉乌鸦，就算你们成为了乌鸦战士，也是被乌鸦人操控罢了。乌鸦人立刻用荆棘捆住了老爷。就在2只乌鸦犹豫不决之时，一通电话打了进来，老爷伸手接了起来，发现居然是自己的不孝孙莫蒂的来电。显然在经历了传送男屠杀事件后，莫蒂深刻的意识到，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像他姥爷那样是个高智商天才，所以莫蒂老老实实的向他姥爷道歉。好巧不巧，瑞克这边也正好因为乌鸦焦头烂额，爷孙俩双双翻车。面对外孙真挚的感情剖析，老爷也坦白了自己不该为了刺激他弄出一个2只乌鸦计划。然而这话一出口，乌鸦就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，于是立刻走向了圣诞。老爷大呼不妙，只好先挂了莫蒂的电话，却没想到电话刚挂断，莫蒂就被传送男用2人链接的传送口找到了。对方通过莫蒂的手掌控制了那辆小轿车，一头撞在了路边的防护栏上。莫蒂被甩出车辆，掉在地面之上。传送男穿着老爷的喷射背包落在莫蒂身边。面对莫蒂的背叛，他非常的愤怒。他最开始就是想利用瑞克老爷成为有名人，没想到在莫蒂这里获得了成功。而2人都拥有传送口，所以谁都躲不开谁。莫蒂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，传送男走上轨道，但就在被火车撞到的前一秒，他又走了下来，一把掐住了莫蒂的脖子，逼迫他成为自己的队友，不然他就杀了莫蒂。然而这时的莫蒂早就不需要别人来凑合了，他下定决心让火车碾断了自己的手掌，将断掉的手掌丢进了传送男大腿上的传送阵内。在2个传送阵的吞噬下，传送男直接和这个世界说拜拜。而莫蒂也打起精神，用喷射背包的火焰止血，随后回到了家中。而瑞克老爷那边被变成乌鸦战士的队友卖掉后，老爷直接打开武器，将攻击自己的乌鸦人全部杀了个干净。但就在他被2只乌鸦战士扑倒后，选择了放弃挣扎。但没想到他以为背叛了自己的乌鸦战士，下一秒就牵起地上的绳索，将乌鸦人和圣诞缠绕住。瑞克老爷一动手，就将乌鸦人首领和蛋直接毁掉，2只乌鸦战士也恢复了原样。这让老爷倍感兴奋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找到了真正的队友了。在回家路上，他看见了断了手、浑身是伤的莫蒂，于是赶紧下飞船替自家外孙恢复了手掌。正当莫蒂认为他俩和好，瑞克和莫蒂组合继续时，老爷却突然开口道他要离开这里了，因为现在的老爷感觉乌鸦才是自己的真队友，并且他觉得乌鸦教会自己很多事情，所以他决定跟着乌鸦多学点东西。莫蒂泪目了，我呢？我为你断了手呢。老爷摇了摇头，认为自己和莫蒂的组合不对劲儿。这时候他搬出了为莫蒂的身心考虑的借口了。无奈之下，莫蒂只能含泪看着老爷带着乌鸦搬家离开。而离开了车库的老爷开心的表示可以拍一个新系列的动漫，叫瑞克和乌鸦，先拍他娘个1000季再说。这次的彩蛋故事是垃圾虫的，他原本是虫族的医生，在瑞克老爷的调教下变得已经离不开垃圾了。他的妻子非常不满丈夫沉溺于这段混乱关系之中，要求他立刻斩断吃垃圾这个念头，否则就会骂他是软蛋。垃圾虫前脚刚发誓绝对不会再吃垃圾了，但贝斯一开口说有垃圾后，垃圾虫顿时美滋滋的冲了出去。瑞克老爷还真就收拾行李跑了。像垃圾虫一样，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，当你以为他需要你的时候，实际上对方可能并不在意，反而自身的付出未必能得到等价的回报。所以啊，不要光想着对别人咋样，对自己好点总没错。不过老爷和乌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而瑞
瑞克和莫蒂也不会散场。下集看老爷真正的过往，邪恶莫蒂到底在酝酿些什么？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